哎，你们知道当一个人成为了网红，他的人生会有什么变化？他的伴侣，他的大胖媳妇会有什么变化吗？今天给你们讲讲啊。在英国的时候吧，其实我还是挺蔫巴的，因为伦敦也没有啥人认识我。这事我自己真没觉得咋地。闹心的是我大胖媳妇，那是个爱出名、爱嘚瑟的灵魂。她总觉得我有了粉丝以后哈，她应该享受一下压寨夫人的光环，所以她就总找机会给自己刷脸。有一次我们和朋友一起在唐人街吃饭，我那朋友就跟我老公说：“哎呀，这饭店现在比较冷清，没啥人，要不在咱华人多的地方，肯定有人能认出来你媳妇儿，说不定也能认出来你。”完，我这大胖媳妇一听哈，就眼皮底下这高光区域就开始微颤，但没吱声。吃完饭之后呢，看外边下雨，就在门口站着打车。她呢就一个人跑到唐人街的大牌匾，就所有人都路过的关卡照相的地方，在大牌匾底下站溜针儿。我朋友就很不解，就冲他喊：“你下着大雨上匾底下待着干啥去？”我说：“你别管他，我知道他干啥去了。他上大匾底下蹭流量去了，那人多嘛，他就想在那儿让人认出来。你说一共27根头发，海市蜃楼头型，你是浇2个雨点全成泡影了，老磕碜了。所以这回我回来了，他没跟着，这事儿是个挺大个遗憾。他就特别享受在公众场合让人认出来这个事儿，他美。但是我跟他说了，我说说实话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个小网红吧，让人在街上认出来了，这气氛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咱不是明星嘛，对不？所以有时候人认出来你喊你的时候吧，就挺横，你知道不？昨天我在街上，迎面来大哥，离10米远就开始瞅我，完就跟他媳妇俩，哎，那谁是不是？就那谁，抖音那个。完我一看这情况，人家也没直接跟我说话呀，对不？我就只能继续走。结果让人大哥给我喝住了。哎，你站！哎，就你张铁良，是不是张铁良？抖音那个张铁良。完咱再说我妈啊，前2天我妈不来北京了吗？就来照顾我几天。哎呀妈，就特别爱跟认出来我的人唠嗑啊。那天在商场有个小柜姐就过来了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彩玲姐？我关注你了，我特别爱看你女儿。”我妈一听，咔一下就上来了：“是吗？我大学生好看呀，我给你看照片啊。”完事掏出来手机就开始给人翻。有意思没？这样像不像他姥啊？我给你找他哭的呀，你哭也好看。你说咱不知道人咋长的，那一哭小手一憋，那也好看。你说这人那玩意儿长的。最后别人的店4个柜姐看了20分钟，我姑娘，我没招把试的衣服都给买了。所以不管咋说呢，就现在我吧也有一点小包袱，就平时头不梳脸不洗就敢出门，现在咋的也得稍微捯饬一下子。而且过2天我也要上个小节目，就是等我到那我再跟你细说啊。现在人家呢让我就是也是简单设计一下我自己这个造型，我不能给你丢脸呢，对不？那你说我到时候要是露个腿或者穿个坎袖裙啥的，咱也得脱个毛，要不然灯光一打就自带一圈毛边呢，不好。我现在吧手里头有个神器，但是因为我怀孕嘛，我不配，我还得暂时放弃高科技，用刀刮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个冬天自带毛裤的表弟，曾经有一个蚊子来咬他，陷在他腿毛里头一顿挣扎没出去。那咱仪器既然有了，何不展示一下呢？咱以腿毛为例哈，你先把毛刮一下，然后用它，不要直接用它去刮腿毛。这玩意儿有俩优点，一个是脱得干净不爱再长，一个是不疼。它是蓝宝石平面出光口，这平面头设计呢透光性极高，深入毛囊的根部才更能抑制毛发再生。另外它这个专利冰点技术给你皮肤迅速降温，这样的话不疼也不会伤害皮肤。今天既然唠到这个话题了呢，我给你奉送一个我自己干过的磕碜事儿吧。我不知道你们干没干过类似的事儿哈。就有一次我洗澡的时候就给自己脱毛嘛，完就整的满手厚厚的脱毛膏。然后呢，就感觉脸上有水，眼睛上有水，就想着手上有脱毛膏的事儿，然后就给想忘了，呱嚓一下往脸上一漫，完给我自己右边的眉毛就给脱了，本来就没有几根，彻底给秃秃了。这女人呢，这都不容易。哎呀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最近加拿大迎来了一波酷暑，高温，气温竟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32度。就32度对于咱来说就还行，都能活，但对于他们来讲灭顶之灾。昨天我老公他们一家人，一个溺水，一个脑震荡。我本来还愁呢，我寻思我最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，身边也没有啥段子，拍啥视频呢？结果我嫁的这一家人就是素材往我脸上拍，不分享的白瞎。是这样的，就我的公公和婆婆最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亲人，整的他俩就非常想立遗嘱。你别看他家条件一般，就他家住这房子，这个房贷老两口得还到75岁。但是俗话说得好啊，这个经济纠纷和有没有钱没有关系。豪门恩怨多，股份豪宅和豪车，寒门不消停，二手裤衩高压锅嘛，那划分的那个细致啊，给我都整震惊了。你不知道的以为硅谷都他家的，洗衣机给我大姑子，烘干机给我小姑子，电视机和厨房用品给俺家。哎妈，我一看给俺家全中国产的，
到时候真有点啥事儿，我俩还得飞到加拿大去领取留给我们的义乌产的擀面杖，义乌产的擀面杖。结果他俩去立遗嘱的那天，还没等出屋呢，出事儿了。我有2个小姑子，在这里我就区分他们为大姑子和小姑子。那天呢，是我的小姑子第一天到这个新的地方来工作，第一天刚上班，她单位就给我婆婆打电话说你女儿脑震荡进医院了。我小姑子这份新工作呢，她的 title 很好听，是一个什么什么福利院的执行督察，但实际上呢，就是看管一屋子这个智力缺陷人员。平时吧，这屋人也是就是挺静默的一屋人，可以控制得住。就最近可能是太热了，而且他们很多地方室内都没有风扇和空调，就燃起了他们内心的一股聒噪。然后这其中呢，就有一个病人是个拳击爱好者。我小姑进屋的时候呢，人家给介绍这是我们的新的工作人员，完这人就躲在了墙角后边，拿大拳击套等着呢。我可怜的小姑子刚进屋，还跟大家来了一个友好的开场白。大家被这该死的酷暑击中了吗？结果转角遇到爱了，正往屋走呢，一个大拳击手套，梆一个电炮，当场晕厥了，直接送医院了，脑震荡。当初他选这工作的时候还跟我说找这工作呀就是图个清静。然后啊，我都不白话你，当天下午同一天，我的大姑子溺水了。她这个溺水的原因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就因为天热嘛。你知道那种儿童游泳池不？儿童游泳池充气儿的。我老公寻思天热，让我女儿玩水解暑，就把这个充气气儿放院里了。那个水充满啊，就到咱膝盖以上，都没有东北澡堂子水深。然后呢，我的大姑子也觉得太热了，也上这里来泡着降温去了。泡觉得挺爽，还拿了一瓶冰镇啤酒。结果喝完这啤酒呢，过度放松了，在里头睡着了，睡就出溜进去了。然后我女儿跑院里一看，喊她爸说：“爸，你看我姑自己在那憋气儿憋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不吐泡呢？”然后我老公跑院里把她妹妹给拎出来了。好在我老公会溺水人员的现场营救啊，就是为什么呢？是说到这儿也是很神奇，就他以前打过一份工，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。就他以前在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训练的场馆穿过马甲当救生员，当了6个月。都做出腰托了，没下过水，给奥运游泳冠军当这个泳池救生员，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工作。这个工作摸鱼容易，摸人难呢。那现在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能了，他就把他妹妹捞出来救过来了。然后我就听我婆婆给我讲这一天之内发生了多少抓马的事儿啊。但说实话，我怎么就很难由衷的表达我的慰问和关怀呢？我的真实感受就是，他们咋活得这么费劲呢？就是那话咋说的呢？我真的栓 Q。然后我就问我说：“那你俩这遗嘱最后立没立呀？那你家擀面杖我可正经挺惦记的，别到时候因为争这个打起来。”我朋友说：“啊，那最后我们没立。我们后来想了，可能我们当时就想多了，死亡其实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。我当时就想，看你怎么活吧，在你家忽远忽近这个事儿。”大胖媳妇携全家来体验太空飞行了，结果在太空馆上演了历史性的一幕，人给他退款了。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让我给他买个硬盘，我说太贵没给他买。然后过了几天呢，有人约我去玩那个太空飞行体验，他问我那是啥呀？我说你知道有那种地方不？就是一个屋充满了福利，谁进去都能享受福利，然后就失去自我了。他说直播间啊。然后我就给他看的介绍，看完介绍他说他也要去。体育这方面大家都知道我是苗子，我到那儿我靠一飞冲天，空中炫技，灵活的胖子放手搏，地心引力奈我何那种感觉。我要炫技炫成功了，你给我录下来发视频，如果点赞超过30万，你就得给我买硬盘。我说行，我们就去了。到那人家就说了200斤以上的不行，他说他195，只是看着虚胖。然后呢，我起来了，翟奥达起来了，拿铁也起来了，他一直在等待间取笑我们，说我们动作不标准。结果到他了。就是一个起不来呀！这个馆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了2个教练，白班夜班都上了，结果都被他薅了。我就跟我女儿说，我说这个福利呀，正常人应该是升天，但是福利到了你爸身上，咋就贴地呢？翟奥达说，我爸不会就是伏地魔吧？伏地魔吧？关键出去的时候底下的风太大，吹的他吧得跳着走，然后兜的太紧，裤裆还给人裂开了。他还问人教练，他说别人飞完你就是抱着给抱出来，我咋这里自己跳呢？你倒是抱我呀，抱我呀！教练说我抱了，俺俩都抱了，俺们也没见过，在这个福利的地盘里，地心引力赢了，地心引力赢了。